俄罗斯武器不行了，中国武器热卖即将到来，其独特优势无人能比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，俄罗斯武器出口将受到俄乌冲突和被西方制裁的影响。第二大军火出口国将面临着市场份额被抢占的局面。美国外交杂志认为，俄罗斯武器过去的定位是技术含量低，但是却实惠，也就是性价比比较高。这与美国武器和欧洲武器有着本质的不同。而中国是最有可能占领俄罗斯退出的这块市场的国家。美国人认为，中国占全球武器出口市场的比例目前只有5%，潜力巨大。第二，中国拥有门类最齐全的军工体系，并且拥有世界排名靠前的6家大型武器装备出口商，技术实力雄厚。第三，中国有出口武器装备打击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动机。第四，中国近年来开始出口高端武器了，并且在无人机的出口领域拥有绝对优势。第五，中国的武器装备质量高，价格低，得益于中国是全球稀土产品的出口大国。从美国人的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来，中国武器出口要实力有实力，要机会有机会，要意愿有意愿，要市场有市场，要经验有经验。那么，中国的出口型武器装备有可能快速占领俄罗斯传统武器出口市场吗？可能还真没有那么简单。首先，俄罗斯几十年来一直把武器出口当成其国家战略，也就是重视到连普京都能亲自上场推销的程度。相比而言，中国是一个力推经济合作的国家，武器出口涉及安全战略，中国不大可能将其当成最重要的国家对外关系的核心战略，所以武器装备的推销力度和俄罗斯可能没法比。其次，俄罗斯的某些传统武器进口国，因为与中国有着复杂的关系，也不可能引进中国的武器装备。比如，全球武器装备进口量最大的金主印度，对中国军力发展非常忌惮的越南等国。而东南亚的某些国家也考虑到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，在采购中国的武器装备时会非常谨慎。另外，俄罗斯还是一个更愿意在国外用兵的国家，这对其武器采购国而言也有一定的吸引力，因为俄罗斯出口的许多武器装备都经过了实战的检验，这一点可能非常重要。而且它不但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出口很重要，对欧洲国家的一些武器装备的出口也很重要，比如法国的阵风、欧洲的台风等战斗机，都是在经过利比亚战争考验之后，才和某些国家达成了大规模出口协议的。与之相比，中国的武器装备目前还缺少参加实战的机会。相比之下，俄罗斯武器装备的出口成也是实战，败也是实战。前者以叙利亚冲突为例，后者以俄乌冲突为例。美国的武器出口之所以比较强势，主要是因为美军使用的装备参加了包括海湾战争、伊拉克战争等多场局部战争，他们的名声是打出来的。相比而言，中国已经40多年没有战争经历，这对武器装备的出口是不利的。所以，我们对外销售武器需要有更多的耐心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此外，从伊朗采购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和 S-400防空导弹的情况就能够看出来，武器装备的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购买国所能获得的安全保障，有时候是要付出一定的外交成本的。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不向外推动军事战略的国家。武器装备出口更多的是依靠性价比，扩大市场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，因此这项工作难以快速推进。另外，目前全球处于中美竞争的大环境下，有些国家就算想买中国的武器，
因为害怕得罪美国，最终选择非中美两国的武器。比如中东国家现在更愿意买法国的战斗机，而不是美国的。这样做就不会得罪中国和美国任何一方。总体而言，虽然俄乌冲突的持续为中国武器出口带来契机，但是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恐怕还没那么容易。任重而道远，需要我们各个军工企业做不懈的努力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